那时候很多作品在他们的网络上流传都是盗载的，那时候就盗载蛮严重，我们就找了一些中国的律师，还帮我们去抓这些盗载，有点像叫 YouTube 帮我们去 claim 那些，对一样的，哔哩哔哩上的是就去帮忙 claim， 可是被公办，然后而且一直找不到人，你不知道是谁在盗载的，然后一直叫律师处理，结果那时候玻璃心出了过，就直接被禁言，歌曲全部被拉下来了，就不用做了，好像也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对呀，把我们抓得半死，只要一个动作就把它全部拿下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讲者我朋友。那镜头外的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今天一样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那今天来宾呢是每次推出作品都叫好又叫座创作鬼才黄明志，他出过11张专辑，其中就有7次入围了金曲奖，而且呢他的歌除了有品质之外，流量也超级高，像是《飘向北方》这首歌呢红遍了亚洲各国，目前 YouTube 的播放次数已经高达 1.6 亿次。而前几年呢也因为暗讽中共，因此被中国封杀。这个《玻璃心》这首歌呢也是在1个礼拜内就突破了1000万观看，完全可以说是流量的霸主。最后黄明志最狂的还有他争议歌手的标签除了维基有一整页都在介绍他的争议之外，他本人也真的超级多次被马来西亚政府通缉调查，甚至是逮捕。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超狂的黄明志。Namewee，你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mewee 黄明志，第一次来到这里。好，那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原子习惯说，天才不是生来的，而是日常教育出来的。芒狗狗系列绘本透过日常故事引导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能力，现在更推出套组绘本，官网独家68折。从人际关系、生活自理、健康饮食到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组，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人气精选组，一次打包19本全套组更是只要6折。植入积极推荐还在9折哦，现省3800元，全网最划算。农历新年前下单还送限量芒狗狗红包，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吧。首先想问一下 Namewee，就是你到底被马来西亚警方通缉过几次啊？就是为什么会被通缉？其实很多理由嘞，他们有2种通缉的，第一种就是叫你来报道，然后你没有来，然后就通缉了。哦，这个有，这是第一种。另外一种呢是他叫你来报道，可是你不在国内，他就发布国际通缉令。对。就是那种是机场的海关全部都在等你的，就你一来就是亮红灯，因为我们都是自动的嘛，所以你通常叮一下就过了嘛。我说正常人啊，如果你的那个护照是有被盯上的话，你叮了，他就把它2个闸门围起来了，然后就亮红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应该是没有试过，应该蛮少人试。所以你围起来就亮红灯，然后警察就过来抓你，他就一定要把你铐起来，一定要把你抓进去，就是一个步骤。所以如果你算这个的话，就大概80几次100次，80几次，你被关在里面这样就80几次。对，只要过海关就会中，因为我们那边有几种。有些是飞机的海关，有些是陆路的嘛，就是从泰国回来或者从新加坡回来也会被抓。但你在第一次被关起来的时候，你有惊慌过吗？有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亮红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会被抓，只是我不知道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抓，然后就有点蛮丢脸的，因为大家都看过来都亮红灯这样。那为什么会那么多次啊？每次都是被抓走然后带进去，但他要把你放出来，所以你下次过又要再被抓。没有，我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仅供参考了。我觉得世界各国警察都有一个不明文的规定，就是他们会很客气的叫你来录口供。当他客气的时候，代表没有通缉令，就是他没有权利抓你。他还是把你标记了一下。对，他就叫你有没有空啊来录口供，他就突然间很有礼貌，然后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好好讲话，然后突然间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大家就是警察突然间跟你笑，或者很有礼貌，或者买水果买饮料给你吃，你们真的要小心。因为如果当还没有通缉令的时候，他不能去你家闯门啊。所以如果是在那种没有被通缉情况下，他要找你的话，他都会很客气。他要套你的话，或者要把你骗来之类的。所以你们说通缉，我要搞清楚是哪一种，不太一样，各种都有，国内通缉、国际都有。这个很客气的状态之下，他有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录口供抓到什么新的证据，而真的把你通缉吗？因为录口供是一个人民的义务，他找你去录，可能你被人家报警怀疑你有什么东西，他就叫你去录口供。然后他们有一个很烂的招，就是他们说录口供录不完，录不完呢就要把你关起来了。这你有实际体验到吗？有啊，就被骗了。他很客气骗我来录口供，然后他就下班了没办法了，手铐就拿出来，他就把我关起来，就关了4-5天在里面。那你的家人就是找不到你？我完全找不到，因为你手机突然间就被没收，然后你连告别都来不及。哇，好冲击哦！所以你是很怕的，然后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完全是失联的状态。那你这样当时没有被吓，都会想说不要再碰这种禁忌的话题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就要大家闭嘴。
对，他就让你闭嘴。因为很多人就会在讲说马来西亚的3R 嘛，就是像是宗教啊、王室，然后还有种族不能谈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你说的3R 我碰过2个了，除了王室我真的都碰过了。这3R 的共同点就是，其实他就是不要让你讲话而已，他是故意的了。其实这就是后面有人要控制的，因为他们就是用这3R 来控制他们的政权的嘛。因为可能在台湾这边比较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那边拉票的时候会用族群，可能台湾上一代会这样，就是说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这样子，我们那边就特别会玩这些招数，就是说你说3R 嘛，宗教、种族、王室，我先说种族好了，他们就会来拉票说，现在我是我们同一个种族的，你一定要投给我，我们保障我们种族的权益。你想一下，如果有原住民出来这样讲，你就会比较想投给他嘛。如果你是原住民，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我们汉人一定要投给汉人，如果你没有投给汉人，你投给他的话，他会这样弄我们，那我们汉人就要团结起来，他就讲这种东西啊，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筹码，所以你旁边有人在讲这些东西，他就会代表那个种族去告你，然后抓你，这样你不要再讲了。如果当他用种族用完了，已经没功效了，他就开始用宗教了，因为在马来西亚宗教是很大的，比种族还要大。所以讲说这我们宗教这样，我是神派我来，就是你们要投给我，因为我是代表神的，代表阿拉，代表真主。他这样讲的话，你不投给他，好像是你不对，你知道吗？是你不虔诚，所以他们就用宗教的方式来拉这一票，或者来吸引大家喜欢他们。所以反之，如果你提出对宗教有什么看法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弄你，不让你讲话。那王室那个就更扯了，王室是我到现在都没讲过的。就王室他们其实在几百年前或者几千年前都是海盗啊，他们都是海盗，然后把那个地盘抢了，就是他们的。所以现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就说是王室的。所以你在国外这样讲没有问题。他们是一样会播，没有，我是讲一个实话。如果我觉得他们要针对我，觉得这个是历史嘛，大家要承认。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一般观众可能是不太清楚马来西亚的言论管制的程度，但是我很记得是之前我有朋友要去马来西亚，然后他就问我说：“志奇，我知道你们有 MCN 的派，你可不可以帮我把那个国家的某些影片帮我把它关掉？因为他不想要过去那边惹麻烦。”然后我就说：“你有这个需求，我还真的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就我可以锁特定区域的观看嘛。所以就是特定把马来西亚的锁起来，他们就不能因为这个抓你，是这样？对，因为他们就是看不到，他们也不会抓了。如果是外国人还好，他们也没办法这样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们自己心术不正，就跟外国人的言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威信的建立，这些威信建立起来，对于政权控制才有效，所以要想办法不让人民挑战这些威信。对，他就不让你讲这些东西。外国人都会有点怕啊。但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呢，很多人对黄明志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争议型的歌手，很多人觉得你的歌会有很多脏话啊，容易教坏小孩，或是会觉得你下流、不尊重女性，然后甚至会有揭人疮疤等等的状况。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创作方式呢？因为其实我创作也有很多种没有这些东西的、对，它因为主要是根据主题嘛。如果那个主题适合放脏话进去，我就放了。如果那首歌是在愤怒、在干屌人的，如果我突然间很文绉绉，就很怪啊。我是根据那个主题啊，就应该放什么料，然后应该写什么样的歌词，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那你说那些不尊重女性的，可能是一些歌词比较粗俗，可是那首歌对我来说，它必须要这样讲，要这样表达，我就会这样做，这样，就有一点像是量身定做的，对，不是刻意为了标脏话而标这样。那再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你每次发表作品，你都一定会来台湾，为什么会选择要在台湾发展呢？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来台湾，因为我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那我发表作品的话，这都在网络上。那你说宣传，可能一些新闻稿吧，你是看到台湾的新闻稿，是因为我们跟这里媒体比较有合作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哪里发表的样，只是台湾这边，当然如果你要上台表演，或者你要报名奖项，台湾这边对那些言论自由的管控是比较松的。能够想象。像我的歌在很多国家是不能上的，像新加坡很多歌我都不能播。新加坡也不行吗？对，有些歌是不能播。玻璃心他们很爱播，可是有些歌他们就是不能播。在马来西亚也是很多歌曲都不能播。我说主流媒体啦，他们不会播的，他们就怕被人家骂。我最近访问了很多马来西亚相关的人们，像是之前跟张杰安导演，我也是才意识到说，我们对于能播不能播的这件事情，其实给的空间很大很大，超大。就我们就是顶多是，比如说上一个说这是限制级的，但是你还是可以点进去照样去听。这边电台都敢播了，有些 DJ 他们要播有一些脏话的歌照播。我说这个没问题，我说没关系啊，就播了。确实，我觉得台湾好像对于脏话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对啊，我们就顶多到保护级嘛。对，还有一些色色的内容，或者是一些批判性、有一点政治色彩的，大部分国家都不能播。我们特别喜欢政治色彩。对，我们很接受，但流量捡起来。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留学啊？其实我来台湾留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便宜便宜是因为我们那边应该说国高中的时候，我们那边叫独中，独立中学，就是政府不理的，所以你念完了那个文凭呢，政府是不承认的。那他有办法衔接马来西亚的大学吗？对，就是因为台湾这边承认那个我所谓的独中的文凭，然后我们承认的国家里面呢，台湾是最便宜的。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外国人可以来打工，因为那时候我家里也没有很有钱，我就想，我跟我爸妈说，那你们先让我去那边念了，那我去找一份工打，那减轻家里负担嘛。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让外籍生来打工，
可是台湾 OK， 它又便宜又可以让你打工，然后而且又可以让我这边发表我作品，所以我就觉得来台湾念书这样。但我想问一下，当时候在你那个年代，中国是可以去留学的选项吗？可以啊，他打工钱超少的那时候就没有人要去啊，所以综合起来，当时候台湾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那在台湾读书的经验会有对你带来什么影响吗？还是还好？有影响啊，就是作品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马来西亚很多创作人，应该说台湾很多歌手是唱马来西亚的作品出来的，很多音乐人跟创作人，他们作品很保守，可是还是会被采用。然后那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想真的要这样做吗？可是我来到台湾，我发现有很多 underground 的一些地下的乐团或者一些饶舌歌手，我觉得这些作品怎么可以上台表演的？我就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台湾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不要去理那么多，去做就对了。因为你在其他国家，你会觉得这些歌能上得了台面吗？你就不敢做。像是哪些啊？在那个时候有哪些对你很冲击的歌？那时候 MC Hot Dog 啊，大基啊的年代啊，对我来说很冲击的，还有浊水溪乐团。浊水溪我知道浊水溪啊，很多那些 underground 的 band 都很敢，而且我之前还有去参加过一个什么西藏自由音乐会，在台北的，然后他们都是唱到一半就脱裤子，然后就跳出来在那边跳舞这样，我就觉得为什么警察没来抓他们？但实际上可能是会被抓了，是比较自由了，对，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了。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因为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我会觉得最近大概20年左右，整个华语音乐的市场大幅度的转移到中国去。针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你有因应这个改变而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吗？之前有一次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的前经纪人就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写一些中国的元素进去，就找中国的演员，然后整个剧本改去中国拍这样。就变成我一个故事，我是要拍本土的故事，就是为了行销打市场嘛。你们要拍一个本土的台湾剧，然后很乡土，都讲一些闽南话这样，然后突然间人家说哇这个剧本好棒哦，你可以把它改成全部去中国，我们去北京拍，会有这种被剥夺主体性的感觉。对啊，而且等于那个创作的根就不见了，我就不是为了那边创作的，我要怎么把它搬过去？对，你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这个故事在台湾的一个可能在稻田，可能在彰化的某个地方，我想去那边拍。他说没关系，我们整个改去中国，然后改成中国这样，就没办法创作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懊恼，就说这个东西怎么改啊？然后还有一些歌可能有一些闽南语的部分，我的歌里面有各种语言，然后他们说这首歌很成功很好听，那你可不可以改成就是全国语的，然后去中国？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那首我问天吗？我们可是国语版的，你们听过？我没有听，只有在大陆放而已。你去你会傻眼，其实就是翻译，这算翻译，我觉得是一种翻译。还有那首什么混几几几几几几的改成国语，我有听过国语，国语版的，你会很傻眼。你会很傻眼的，真的，就你在唱，有点像是日文歌被翻成中文歌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好熟悉的旋律啊，怪怪的这样。它不止如果你的那个团名或者你的艺名是英文的话，它会要求你改中文的。就比如说 Twins， 他们在中国叫双生儿，邀请双生儿这样，你知道吗？怎么会改的？但我好好奇为什么就连名字都一定要改成这么强调到这样？可能是对于阅读理解或者什么的，就他们不是连任何的英文都要括号，然后把那个路名都改成汉语拼音了。如果你是不懂中文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对你来说，这样的改变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他已经失去了那个作品的灵魂了，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我有试过，可是他就一天到晚就要求这些东西，就很不符合自己的美学。对，而且他甚至会要跟他合作，他会跟你说你要签一个合约，你在外网，他们所谓的外网就是 Facebook 啊、IG 上面的，你的留言跟你的表达方式全部要被控制，否则你要赔偿多少钱这样，你看了你会怕，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这样的地方合作了。我看过这种合约，我觉得超凶猛的，但我也是能够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其中这个作品好了，中间有一个人出了这个纰漏，他们就是整个作品直接要进行魔改，或者是整个要被砍掉。但我很好奇，他的那个对价就是真的够高吗？对价够高吗？我觉得是高的啊，就我看到是高，我不知道其他的是怎么。那我很好奇，因为就像刚刚讲，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在赚这个中国钱的一个时代。那你怎么会想要发表《玻璃心》这首歌？然后发了之后就被封杀了嘛？就是对你这影响是大的吗？如果你说《玻璃心》那首歌呢，因为我对外目前为止都说是一首情歌啦，对，里面都是一首情歌的内容。那你说影响大吗？我觉得还好，其实也不算被封，它只是被网络禁掉而已。那时候你叫我跟他们合作，那很多东西都谈不下来。那时候很多作品在他们的网络上流传都是盗载的，那时候就盗载蛮严重，我们就找了一些中国的律师，还帮我们去抓这些盗载，有点像叫 YouTube 帮我们去 claim 那些，对一样的，哔哩哔哩上的是就去帮忙 claim， 可是被公办，然后而且一直找不到人，你不知道是谁在盗载的，然后有些账号是音质超烂的我的歌曲啊，然后被很多人就拿来盗载来听，对我们来讲是有点不爽，因为我们音乐做到半死，然后那混音做得很完美，然后被盗载，你知道吗？然后一直叫律师处理，结果那时候玻璃心出了过，就直接被禁言，歌曲全部被拉下来了，就不用做了，好像也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对啊，把我们抓得半死，只要一个动作就把它全部拿下来。在好多领域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注重你的知识财产，就他们的理解其实跟
对，完全都是不太不理的。一样。他们甚至会说我要花钱请别人帮我盗版，就他们会觉得说，我帮你盗版，帮你传播，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是他们会这样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财产，是我的作品，我的版权，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乱抢。可是他们没有这样想，而且你抢了之后，你还把它弄得很丑，就会让大家很痛苦。那你每次推出作品之后，流量都非常的高嘛？然后你在推出作品之前，你会预期到这样的结果吗？或者是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你的作品市场接受度会这么的高啊？我不敢说我全部作品的流量都很高，因为有些音乐的东西它是共鸣，所以你被共鸣的人，你就会喜欢某个音乐。我的歌曲的内容有些是主题蛮广的那种接受度就比较大；那些主题比较窄的，或者比较少数人认同的，那相对的就比较小。所以我不是每一个歌曲都受欢迎的。那你说如果大众的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曲有关系。曲跟曲风有关系，我一般上我的歌词或者内容可能都有些蛮奇怪的，有些针对性比较批判性，或者针对比较少众的内容。可是不管怎样创作都好，我的曲一定是流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听的大部分都流行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当你要传达一些东西给更多人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做流行流传的形式，对，更容易流传，更容易听，更容易哼唱的方式去让大家听到。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然你有再伟大的理念，可是人家没听到就没听到嘛，就有点像是你有一个很伟大、很想要表达的想法，但是你用了文言文来书写，然后这经典大作，那就变成一个很小众的，那你就没办法传达出去了。而且我觉得从曲是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歌词记不住，但是曲至少就会是一个很好被流传，因为它就是音符，而且它是跨文化、跨是，人家会讲什么洗脑歌，或者这首歌是不是一听就上头了，或者洗脑了这样。这个方式就是说，先让大家听到你的曲，才去关注说你在唱什么。我的曲基本上都是算是流行歌了。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些主题也真的都是能够加成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每次在看黄明志歌曲的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是真的有在关注他身边的这些议题，他才有办法把那些议题写得让有注意那个议题的人感受到共感跟共鸣。那这次新的专辑主要想要讲的又是哪一些呢？这新的还没送你谢谢。这个是 Phenomenon， 我的新专辑是来自一个英文叫 Phenomenon， 就是现象。是那时候我在写了玻璃心之后，就有人在网络上就是讨论说我的作品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大胆各方面。现在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在以前是会被那些主流媒体限制，因为会有法律啊，或者主流媒体这个东西不能播，那个不能讲这样。到了网络时代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可以讲了嘛。可是之后呢，又变得好像不可以讲了，因为会有黄标出来，有些甚至会被红标，甚至会被人家道德绑架。我觉得网络上很多东西会带风向，导致我们一些道德绑架没有办法去发表自己的想法这样。而对我来说，艺术、音乐啊，或者什么言论都好，我觉得都是自由的，就是还是要勇于的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所以这个是来自那个 Phenomenon 变成 Phenomenon 这个专辑，还有点像是黄明志现象这样的意思，有点这样的意思。但我另外有一个不在访纲上好奇的点，我觉得台湾现在有比较多的 YouTuber 会真的比较害怕道德绑架这件事情。他可能不是直接的法律的规定，不是说谁就会把你的影片禁掉，可是那个所谓刚刚讲到的带风向或是那个道德绑架，会让很多人不愿意再发生。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吗？那时候我要发表我很大量的作品，我写了300多首歌，想要来台湾这边大展拳脚，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发表，没有人要跟我合作。那我去找唱片公司，也没有人要买我的歌。那时候有 YouTube， 我就看到 YouTube 这个网站，我就说，根本没有人在用，我就说，不如就把一些不能卖的作品，肯定卖不出、没有人会买的作品，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金牛座嘛，就比较会算。那些有可能卖出去就收起来，然后如果万一那些没办法卖的被听到的话，有人来找我买歌，我可以把那些可以卖的歌拿出来，就建立了一个彰化歌手的形象。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有不到5%的歌有彰化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被狂轰滥炸，就说你这个很低俗啊，丢马来西亚人的脸啊，有些我家乡人丢我们什么家乡的脸啊，我姓黄的说你丢我们姓黄的脸啊，就说很粗俗，不尊重女性，就已经被骂到现在了，讲什么人家也不会相信啊。那时候我有解释，我说其实我有95%的歌是没有彰化，你信不信？没有人信。所以他从一开始的出来就背负了这个原罪，到今天还有人介绍说他是一个出口歌手，到今天还有，就习惯了。那听说你的这个国际通缉令其实在前年的时候被解除了嘛？这是代表马来西亚的社会有比较开放了吗？开放超多了。我们现在是亚洲第4名，就是新闻自由。哇，第1名是台湾，第2名是韩国，第3名日本，然后第4名马来西亚，第5名是蒙古。我昨天才看到的一个数据，可能对台湾来讲第1名很普通，可是对马来西亚讲，我们第4名，我们是可能进步了30个名次，你知道吗？那感觉我们是短时间内跳了30个名次。那你会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改变跟你一直以来作品的这种冲撞会有一些关联吗？不敢这样讲了，可是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人敢讲话。那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可是后来慢慢网络上开始有声音了，就慢慢走向这样子自由的。那现在让马来西亚实际上从你刚刚所说的言论自由到现在第4名，你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换政府啊，政党轮替是最关键的。这样子换了几次啊？
之前我一直被针对被抓，是因为没有换过，就是我们独立60几年没有换过政府，所以指的是希望联盟上台那一次吗？算是他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感觉了，就是你可以开始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是反对党执政嘛，你就开始觉得可以讲了。可是还是有一些风波啦，一些小小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你要干嘛都可以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在管的这个事情，除非你太过分，在比如说诽谤啊，或者讲一些不实的言论啊，他们当然还是可以告你，因为你讲的东西是错的嘛。那如果你讲的一般只是批评政府骂一骂，我觉得完全是没事的。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自由，就是我很好奇，明志你这边心中最理想的一个自由社会会是长什么样子？我的自由跟台湾定义的自由其实蛮像，因为可能是我们的行业的问题，言论、创作、出版，对，就这3个，就跟我心中差不多，因为我本来就靠这3样东西来做事情了，对啊，其实就够了。你还有什么裸体吗？裸体自由？先不要。所以对你来说，其实台湾就算是你心目中的自由社会的样貌。是啊，我觉得很多住在台湾长大的人没有感受，他们觉得是应该的，你知道吗？你去亚洲大部分国家都不行的。这我相信。我觉得这里有些东西比美国还要自由嘞。真的啊，你说种族的事情那边真的，那警察是乱打人的，没有你看那些警察的行为就知道，你在台湾你看到警察的那些处理事情的方式，跟台湾人习惯，可是我们外国人觉得哇，你们警察好有礼貌哦，怎么人家已经在那边开打了，你还在那边不要。我想到之前那个 7-Eleven 的，还有店员先跑出来说不要拍。我刚刚也是想到一样的画面。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这一期的观众分享的？就是分享我的专辑啦，这个专辑搞了1年，应该说我每一年都会出一张专辑，可是我知道这个对很多歌手来说是很难的，出专辑跟出单曲不一样，所以你每一年要花一个时间来制作一张专辑，再加上这个年代已经很少人会去买专辑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那为什么会还想要出专辑？如果没有人买的话，我觉得要坚持吧，就是每一年让它有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执念了。所以也一定要出实体的专辑。是出到它完全没有人要买的那个年代开始，我一直说搞不好明年就没有了，每年都这样讲，感觉这些实体真的很少了嘛。有些国家好像完全都没有在出了，所以是夕阳产业。让我想到我真的已经有点久没有去逛唱片行业，然后我购买好像都是抱着一个不行，这个我要留下来当摆饰，然后我就去买一张回来，或者有包写真在里面，男生就会去买，就是那种听专辑的感觉，就是这样翻，就是以前那种感觉。现在都是网络，会看着歌词，然后之后慢慢的想说我觉得他在讲什么。现在的人比较少体验到我们小时候就是要照着专辑的顺序，从第一首看歌词，然后慢慢听到最后一首那种感觉，就跟他走进他的故事那种感觉。现在是没有了，现在是针对单曲了。现在都是直接按播放次数最高，然后直接往下一个一个按随机听。因为我们在做这些唱片的时候，你不只要说顺序，它有些东西它的停顿也是要考虑的。就我们这首歌完了后要停个5秒来缓冲一下，所以它结尾那边可能要加长5秒。你们以前在听那种卡带就是这样的，就要想那个情绪不能那么快就到下一首，要先转换一个5秒，然后下一首歌结束可能是10秒。对，有一些好的歌你就觉得它衔接的非常好。对，而且以前会有那个时间好好的翻到后面的那个制作，去看一下这是谁当制作人，对，吉他是谁弹的。对，现在是没有在理这些事情，真的会记耶。现在就好。我问他们科目3谁写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乎。你会觉得这样有点无奈吗？我身为创作人，当然觉得很惨啊。就是那首歌那么红，谁写的不知道，唱的都不知道。现在谁 remix 成这样的不知道，只知道这个舞怎么跳而已。好，那今天我们很谢谢这个明志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